报复一个人最残忍、最诛心的方法是什么？这套方法没有任何人可以承受。2021年9月9日，台北商场发生惨烈爆炸，死伤数百人。劫后余生的拆弹专家和刑警女友在楼下相拥，这一幕却让失去妻子的老吴愤恨不已。他发誓要让拆弹专家尝一尝最疼的死法。报复计划共分5步。第1步，复刻商场爆炸案。2024年9月9号，商场爆炸案3周年追思会，拆弹专家阿任和上司李杰以及数百名罹难者家属在台北参加完悼念后，于夜晚搭乘115次高铁返回高雄。没人知道列车门关闭的那一刻，所有罹难者家属与无辜乘客都已成为报复计划的其中一环。第2步，点燃群体恐慌。李队长和阿任刚上车，便收到车上有炸弹的匿名短信，全车秘密排查验证消息真假时，5号车厢行李架上突然传来类似手机铃声。众人张望之际，老吴趁机起身，假装在其他乘客指引下找到声音来源，正要打开，却被阿任的妻子阻止。别动！警察！执行公务，所有的人往两侧移动，迅速离开车厢。原本茫然的乘客瞬间紧张起来。阿任跑来指导老吴检查罐子，老吴则顺势推进计划。这边有写字的，装炸弹案，警方不能说的秘密，那什么意思？这上写的什么意思？那什么秘密？不要激动。原来当年的商场爆炸案另有隐情，这才是老吴实施报复的真正原因。演完情绪激动，老吴又延起紧张，手中的罐子便巧妙跌落。然而爆炸并未发生，只有一部手机从罐子里滚出，紧接着一段录音通过电话开始播放。百货公司爆炸了！阿任，你听好，今天这边发生的事情不可以告诉任何人。上次李杰急忙跑去拿起手机，故作镇定地宣称是恶作剧。可就在1分钟后，当阿任看着自己妈妈的手机，才发现老太太刚收到几条信息，指责他儿子不是拆弹英雄，还发来一个号码。老太太气冲冲地拨通电话，对方却感谢他帮忙引爆炸弹。原来就在刚才，行驶在115次高铁前方的289次高铁上，5号车厢的卫生间发生爆炸，1名乘客当场死亡。短信恐吓瞬间升级成高铁爆炸答案，安厂里必须停车全面排查。而这就到了老吴计划的第3步，颁布法则，锁死所有侥幸。289次列车7号车厢随机发现威力巨大的整箱炸弹，起爆装置兼具定时和定位功能。列车一旦减速，倒计时立即加快，未等停车就会起爆。这意味着列车必须保持正常速度行驶。更可怕的是，起爆装置还与115次列车信号相连，一旦115次列车减速，289次列车上的倒计时也会加快，所以2台车都不能减速，更不可能停靠中途站点。这引得乘客们一阵恐慌，集体抗议要求停车，车厢秩序濒临崩溃。阿任的老婆黄警官只能道出实情：只要我们车一停，另一台车上的炸弹就会爆炸，几百人就会死。这样你们还想要停车吗？你说啊！另一边的289次列车上，炸弹消息不胫而走，车上没人会拆炸弹，乘客们强烈要求开门跳车。可当车门打开，才发现根本不可能安全逃离。一个被挤下车的小姑娘当场摔死，但仍有成年人冒险跳下。于是289次列车上只剩下老人和带小孩的家庭，除了安装炸弹的老吴本人，没有任何人能拯救他们，更不存在任何侥幸。当绝路显现，就到了计划的第4步，逼出真相，完成社会性处决。这一步由289次列车上的老吴同伙完成，只需一个威逼电话，阿任便不得不吐露秘密。3年前的双炸弹案，我拆了电影院的炸弹，但是后来百货公司爆炸了。2021年9月9号，台北一家电影院发现炸弹，大队长李杰坐镇现场指挥，拆弹专家阿任自信地剪断电线。阿任。怎么了？倒计时不仅再次重启，炸弹上还显示出附近百货商场的监控。阿任立刻通过对讲机向李杰汇报，可凶手的话瞬间让2人后背发凉。不用忙了，来不及疏散了。李长官，记得你说过的话吗？你们不是英雄，只能选择挽救多数的生命。你们拆了眼前这颗炸弹，就会引爆百货公司里的那一颗炸弹，牺牲少数，拯救多数。你们现在就是少数了，李长官，跟你当年放弃山洞里少数的乘客一样，勇敢做决定吧。此时的电影院已经没有民众，如果阿任不拆弹，他和现场同事会被全部炸死；可如果拆弹，百货公司那边的炸弹可能就会引爆。他分不清凶手的话是真是假。你万一不解决眼前这颗炸弹，2个炸弹都爆的话，你对得起现场这些兄弟吗？阿任，你跟我都有家人，阿任。
商场里的炸弹夺走了数百人的性命，可队长李杰却向媒体乐观地说，原本有2颗炸弹，是拆弹专家阿任拆掉1颗，才让爆炸的损失降到了最低。李杰甚至谎称凶手已经在爆炸中身亡，阿任因此成了拆弹英雄，李杰更是从此青云直上。他们说牺牲少数来拯救大多数的生命，我证明了他们都是骗子。老吴之所以策划3年前的商场爆炸，只因在此之前他的妻子死于一场列车脱轨事故，而当时负责救援的正是李杰。我们现场救援的能力真的很有限，会优先以在隧道外受伤的乘客为抢救对象。对不起，我们不是英雄，只能选择挽救多数的生命。妻子的离世让老吴痛不欲生，当听到李杰的这番言论，当即认定是李杰拯救大多数的2选1标准剥夺了妻子活命的机会，所以他策划了商场爆炸案，只为证明李杰并非冠冕堂皇的选择多数，而是选择了对自己有利的选项。这正是老吴要公之于众的真相。我根本不是什么拆弹英雄，是我为了活下来，害百货公司爆炸，我是杀人凶手。通过直播听到阿任的忏悔，所有乘客都对他的态度彻底逆转。阿任的母亲试图替儿子辩解，反遭罹难者家属的围攻，至此英雄被送上审判席，社会性处决已然完成。就到了计划的第5步，规则反噬，体验被计算之痛。为了拆除289次列车上的炸弹，本已离职的阿任决定亲自行动。在2辆车并行之际，他从115次列车冒险跳上了289次列车，可他刚准备拆弹，115次列车上竟也出现了同款炸弹，而且2台车上的起爆信号紧密相连。这东西有失重感应器，你别想要把它丢出车。正前方红线就是计时器引线，它同时也是另一台车的引爆线。无论你拆哪一边，另一边就会爆炸。连警察都该死，一个升官发财，一个变成了英雄。为什么你可以选择救你的女朋友，却自私的去害死百货公司的人？而为什么我们偏偏要亲眼看着我们爱的人被牺牲？什么意思？从今天起，你们当中会有一个人会一辈子感受我的痛苦，跟3年前一样。玩2选1吧。这一次，要么289次列车全车陪阿任死，要么115次列车全车陪阿任的家人死。炸弹爆炸倒计时只剩3分钟，影片尚未结束，审判仍在继续。看到这里才终于明白96分钟列车爆炸案之所以能成为2025年中国台湾地区电影票房冠军，在于他敢戳马蜂窝的超大尺度。当其他电影忙着造神之时，他却专拍神是如何被造出来，再如何被回炉重造。这已经不只是犯罪片，而是一场由受害者策划的社会实验与终极审判。当牺牲少数成为默认选项，谁有权决定谁该被牺牲？当决定者自身躺上天平，正义是否依然成立？一条从3年前蔓延至今的冷漠的逻辑链条，将在这场大爆炸中被炸开一道血淋淋的缺口。